现在是加州时间5点50分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前往加州1号公路的南半边啦。哇，我们又回到1号公路啦，绕了一大圈。加州1号公路的海岸线又再度出现啦。你看前面这条路这么直，山这么的清楚，左边的海这么蓝，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啊！由于加州1号公路滑坡封路的关系，我们这天早早便启程，多花了3个多小时，绕道前往加州1号公路的南段，继续我们的最美公路旅行。我们现在到雷击点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雷击点的一个纪念目标，然后它的意义就是通往大苏尔的大门。然后你看，因为刚好在感恩节还有万圣节的附近，所以旁边还放了2颗大南瓜。这个就是通往大苏尔的大门啊！哇，前面就是大苏尔啦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雷击点呢，它是一个也是算是一个中继站，可以休息的地方。然后这里也是可以看到无敌海景。你看这个加州1号公路的海岸线真的是好漂亮哦。只可惜它再往前一点的路就断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往北的只能走到这边。你看这边有一个步道，可以走下去，下面有个小沙滩。我们就不下去了。哇，这个海浪声真的是太疗愈了。哇，灯塔就在前面，有一个小点点。我们到灯塔啦！哇，可是灯塔不能进去，它封起来了。灯塔就在前面。它有夏天跟冬天的开放时间，好吧，那今天就不进去了，没有缘分啦。彼得拉斯布兰卡斯，西班牙文的意思为白色岩石。灯塔建立于1875年，具有每15秒闪烁一次白色的独特光模式。2017年时，奥巴马总统也将它列为加州沿海国家纪念碑的一部分。到啦，到啦！有一堆肥肥的象海豹，这里就是象海豹滩啦。我们现在要来看象海豹，哈哈，我看到它啦！前面就有一只，哇，胖嘟嘟的象海豹。你在睡觉吼？哦，打架了。哎呦！哦，你在抓痒哦！哈哈哈哈！你在抓痒哎！打哈欠。从旁边的观景台啊，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象海豹在沙滩上睡觉。哇，实在是好壮观哦！他们大概每年11月到隔年的3月会来到这个沙滩繁殖，然后大概4月到8月的时候啊，会在沙滩上脱皮。其他时间的话，就很难见到象海豹了。我们今天很幸运，可以看到这么多象海豹。我说你们这4只真的是太好笑了。它又在爬了，它爬一爬就休息一下，累了吼，没电了啊！你看它们的尾巴是分开两节的，有4片呢吼，啊，又要打起来了。
开车走加州1号公路是一种享受，也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公路的沿线风景优美，一边是碧蓝的太平洋海岸线，另一边是陡峭的悬崖峭壁，还有大片绵延的草原及海滩。无论你的旅程从哪里开始，又将从哪里结束，这一趟加州1号公路之旅绝对会让你毕生难忘。前面就是圣路易斯奥比斯坡小镇啦。我们到那个圣路易斯奥比斯坡的口香糖墙啦，你看，哇，这边也是，这是一个小小的窄巷子，然后后面有人在拍照。你看，沿了到处都是。可是我觉得西雅图的比较缤纷，这边的有点糟，看起来脏脏的，而且黑黑的。它就是这样小小的2面墙，在这里。哇，他们刚在粘呢，刚粘一个新鲜的上去。西雅图的比较好看，这边有点黑黑的，这边其实还好而已。圣路易斯奥比斯坡啊，他说是加州中部的一个还蛮有名的城镇，曾经被比评为全美最幸福的城市。那它也是在1号公路所在的地方，它3面环山，1面环海。它这边也是一个算是吃的啊、住的啊、用的啊什么的小商店都很多，我们等一下去逛逛。你看它的路牌的字形很可爱哦。然后这个书店，我发现美国人很喜欢阅读，就他们不管走到哪里，他们都一定会拿一本书在阅读。然后这边发现中文的招牌，它上面写了迎春呢。哇，很棒的街头艺人。你看，这个也就是圣路易斯奥比斯坡要庆祝圣诞节。我们现在要去走私者的洞穴。哇，你看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海岸边。我们现在要去走那个洞窟啦，然后旁边就是紧邻着那个沙滩。这边沙滩啊，其实也算是一个美国著名的天体营的沙滩之一，可能会有一些全裸主义者的人会在这边，所以它这边都有告示牌，告诉你这边是一个 natural area。那叫你要尊重那些人。然后走到底下会有一边是往海滩，一边是往那个 cave 的路。那我们等下就去那个 cave， 就在那边，等下去那个 cave 看看。现在上去应该很漂亮。哇，你看这个风景真的是很美耶！哇，好美哦！你看这边有好多大豪宅，真的是超级大豪宅，盖在这里。哇，我们到啦！这个充满涂鸦的走私者的洞穴，我们走进去看看。这上面真的都是涂鸦。这个就是走私者的洞穴。哇，你看，它就面向海，哎，好漂亮啊！难怪是一个网红打卡点。上面都被人家涂鸦了，涂满了。整个洞窟都被涂鸦了。远方这个
小礁石啊，你看这个礁石上面也是停满了海鸟。然后旁边有一个沙滩，这个啊是一个天体营的沙滩，这边要拉绳索下去。这个路要抓这个绳索，然后才可以慢慢下来。哇，我们现在下来到下面啦。你看这个沙滩也很漂亮。哇，好多人在这里野餐。真的是还蛮惬意的。哇，你看这个山壁也很特殊。哇，到这边哇也是有发现一个洞穴，一个海蚀洞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哇！这个沙滩啊，它尽头这边也有几个洞穴啊，但是要看那个涨退潮的时间，涨潮的时候就过不去了，退潮的时候可以过去看看。哦 ，Pismo Beach 要走走。哇，这个也是无敌海景哎！我们到加州1号公路的 Pismo 沙滩啦。我们现在去看蝴蝶。啊，这边的房子也都好可爱。你看，它的屋顶是一只鹈鹕哎，很可爱哈。我们来到这个帝王蝶的树林啦，它是每年11月到2月。帝王蝶就会飞来这边哦，那现在这边就是它的入口，就是这里啦。我们赶快进去看看，它就在那个 Pismo 海滩的旁边。它其实旁边可以，就是你自己找空位，免费可以停车。那我们刚刚不晓得，我们直接从那个 Pismo 海滩那边走过来，还要再走15分钟左右。帝王蝶在每年冬天会集体迁徙。加州有几个海岸是他们定点回归过冬的据点，但近年来因气候变迁，搅乱了迁徙的时间和地点，所以有时也是要碰运气。帝王蝶在摄氏13度以下时几乎就不能飞，更低温时就无法动弹，因此它们必须层层叠叠地依偎在一起取暖。当它们叠在一起时，很像枯叶。所以经常有人会说没看到帝王蝶的身影。哦，原来在这里。有。这些都是蝴蝶。这些帝王蝶啊，每年11月到隔年的3月，会从寒冷的北方到南边去避冬，然后 Pismo Beach 就是他们中间停留的地方。哇，我们现在到 Pismo 沙滩啦。Pismo 沙滩啊，在那个加州1号公路整段公路上啊，也是很有人气的一个沙滩，也是一个必到的一个沙滩，一个景点。哇，这里真的是好漂亮哦！这里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 Pismo Beach 的那个装置，其实这边跟Santa Monica 就有点像了，也是大大的一个木栈板桥，然后
里面就是那个皮斯摩的海滩，这边呢跟圣塔莫妮卡有点像哎，只是上面没有那么商业性没有那么高而已。哇，你看这个就是这里的标志。皮斯摩海滩是一座经典的海滨小镇，位于加州著名的中央海岸。历史悠久的皮斯摩海滩码头，全长1200英尺，建于1928年，并在1985年进行了翻修。沿着长长的白色沙滩，欣赏波光粼粼的碧绿海水和绵延的海岸线，是来到这里最大的享受。这就是尽头啦！木栈道的尽头有一盏圣诞树，你看它旁边都是霓虹灯。它现在已经亮灯了，不过要晚一点才看得比较清楚。哇，你看浪来了，浪来了！哇，你看晚霞出来了，晚霞怎么那么美啊？皮斯摩沙滩啊，有世界蛤蜊之都的称号哦。你看，我们发现了一个超大蛤蜊。这颗蛤蜊啊，如果你要带走它，就一定要有渔证。而且啊，只能带走大概4.5英寸以上的蛤蜊才可以带走。哇，你看木栈道的尽头的圣诞树已经点灯了。我们进入丹麦小镇啦。现在停车在一个学校的停车场，他说假日可以停。他这个丹麦小镇的徽章还是一个小美人鱼的徽章哎。我们来到丹麦小镇啦，就是传说中的安徒生童话的世界缩小版。哇，你看那房子都好有丹麦风哦。然后刚刚我们开过来的路上，还有好多丹麦国旗。哇，你看这个建筑。可爱到一个不行啊！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早来，现在大概早上9点多，所以有些店面还没有开，观光客也还没有很多，就一整个很像漫步在欧洲的那个街道上的感觉。我们到丹麦小镇啦，你看这个就是它的游客中心，也是很有味道的一个建筑。哇，你看这家店啊，全部都是卖薰衣草的产品。哇，风车在这一家餐厅里面。城堡的1楼就是 Subway， 这个城堡也是很漂亮哦。那你看达美乐的招牌也是这么可爱。这一家就是很有名的，在丹麦小镇里面最有名的一家面包店。你看它的橱窗很可爱。这是丹麦小镇的代表地标，丹麦小镇的地标风车。听说这后面有一间隐藏的纪念品店，我们去看看。哇，嗨 ，Hello。哇，好多这种好特殊的帽子啊！上面还有很多的啤酒杯，很漂亮。他们路标的字形很可爱吧？小美人鱼到啦！哇，我们已经到小美人鱼了，就是这里。
这跟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雕像一样，是缩小版的。你看这栋碉堡啊，好像安徒生童话里面的城堡哦，公主住的城堡。它是卖披萨的。我们到大风车啦，这个也是丹麦小镇的地标。哇，你看他们还有这种观光列车。我们到圣塔芭芭拉啦。这一座天主教堂啊，它是建于1786年，它是一个粉红色的天主教堂哦。你看它的门啊，是玫瑰金的门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教堂。成立于1786年的老教堂，是拉苏恩神父以圣塔芭芭拉的名字所命名。由于位在南北传教区间的中心位置，且海上交通便利，最终成为所有传教团的总部。教堂的外部最初只有一座塔楼，第二座塔楼于1831年增建。塔楼内悬挂着6个钟，每个钟都献给一位圣人，并刻有纪念碑文。这个喷水池上面啊，有一只蜂鸟在喝水，在洗澡。我们现在在那个圣塔芭芭拉老教堂前面的一个纪念公园，它这边有种了很多玫瑰花哦，而且今天是假日周末，好多人在这边聚会哦，你看，好热闹。然后前面就是玫瑰园。我们走到玫瑰园去看看，前面看过去花况没有很好，可是还是有稀稀疏疏的开了一些花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圣塔芭芭拉的高级法院啦！哇，它可以开放进去。这个是在圣塔芭芭拉一定要去的地方，它是采用这个屋瓦设计，然后它是在1929年法院复合建筑。你看它的红墙白瓦，你看四周还有很大片的草坪，还有好多人在这里拍婚纱哦。这一座法院大楼采用了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城堡风格，整体建筑设计非常吸睛。在1929年完工时，甚至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宏伟的西班牙殖民复兴建筑。从宽敞的拱门走进大楼内部，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美国最美丽的政府大楼中。无论是手绘的天花板、铁艺吊灯，或是巨大的壁画和突尼西亚彩瓷的楼梯，地上的赤陶地砖等，都为这座建筑增添了不少复古的气息。它顶楼的露台可以免费上去哦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啊，这个就是时钟啊，就是高级法院的时钟的构造。哇，你看这个露台啊，它可以俯瞰整个小镇。哇，前面这一栋白色的，然后有铁窗的这一栋竟然是监狱耶！然后今天有人在这边举办婚礼，所以下面好热闹，还有新娘子拿着捧花。哇，你看这些棕榈树，就是圣塔芭芭拉的代表啊！哇，真是太美了！我们到彩虹门啦，这是一个在圣
圣塔芭芭拉海滩旁边一个装置艺术，它又叫半音阶门哦。那因为它的颜色很显眼，很抢镜头，所以变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点。这个彩虹拱门，它高20英尺，哇，它重大概有12.5吨哦。它是在1991年建造的。这个彩色门啊，是一个奥地利的著名艺术家设计的。我们要再度来到海岸边啦！这一次来到的是圣塔芭芭拉的沙滩。加州的沙滩真的是很值得来。你看每一个沙滩都这么漂亮，然后这边好多的帆船在这边，他们就是假日就会开着船出游。哇，你看旁边整排的棕榈树。圣塔芭芭拉也是1号公路大家比较常会停留的点之一。我们就要再往南边走了，要结束我们的1号公路的行程了。圣克莱门特码头就在前面啦！哇，你看又是棕榈树。哇，过去码头要经过一个平交道。这边有一个牌子，圣克莱门特。哈哈，这个标志好可爱哦，钓鱼的老先生。哇，这就是圣克莱门特码头。我们到啦！哇，好多人钓鱼哦。圣克莱门特码头啊，是著名的地标跟旅游胜地哦。它建于1928年，是当时圣克莱门特市为了振兴旅游所兴建的。在这些年之间啊，它经过了很多次的翻修。所以才可以保持这里这么的新。现在走到这个木栈道的尽头啦。你看尽头有一个很漂亮的圣诞树。哇，这个圣诞树很美耶。这个海面上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鸟，还有鹈鹕，还有海鸥，好热闹哦。尤其超多鹈鹕的啦，在这边抓鱼。还遇到一个鹈鹕妈妈带小朋友在学飞。这边有一只要降落抓鱼了。哇，那边有一个，其实它是那个防波堤，不小心被飘到那里去了。结果所有的海鸟都停在那个上面了，几乎全部都是鹈鹕哎，我发现。哇，真的是太美了！哇，